爹止损。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只要有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也就足够了。我还不想成家，我还是个孩子，我支撑不起一个家。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只要有人能为我遮风挡雨，也就足够了。我不想成家，现在条件不好，我养不起一个家。我想有个家，孩子需要一个爸爸。我不想成家，我没准备做爸爸。我想有个家，我不想成家。前面看的时候好像还觉得是这个小情侣在闹矛盾，有点逼婚的意思。看到最后的时候心里倒一激灵哈，女生是不是已经有了身孕了哈？那接下来我们用掌声请出这对恋人，来，掌声有请。男主人公小王27岁，来自辽宁，自由职业；女主人公婷婷22岁，来自辽宁，自由职业。来，有请两位。他们都提着一只箱子，箱子里面还是那个彼此不了解的秘密。你们愿意公开这个秘密吗？我愿意。愿意。姑娘，刚才看小片的时候，你有说肚子里的孩子需要一个爸爸。是的，是的。那你现在是孕期对吗？对，现在已经3个月了。那我们拿一个凳子给你坐着聊好不好？谢谢。来，工作人员拿一张凳子来，请坐啊。你想结婚是吧？是啊。你不愿意结婚？对，我没有稳定的收入啊，我感觉我现在承担不起一个家。哦，承担不起一个家。突然还来了孩子，我养不起这个孩子，给孩子带来了不好的伤害。哦，你们俩认识多久啊？4年吧。你不愿意结婚？我不是不愿意，就是现在还没考虑好，事情来得太突然了。一定要嫁给他是吧？是啊，因为他毕竟是孩子的爸爸嘛。刚才他有说到说他主要是经济上的考虑，觉得负不起这个责任，你怎么看？我呢是托朋友还有我的家人给他介绍了好多类型的工作，但是他总是干2天就没影了，3天打鱼2天晒网。我感觉他就根本就不想干活。他介绍的工作就是夜店，太晚了，天天熬夜，我身体熬不住，所以他这种活根本干不了。你说干夜店不行，那我又托朋友给你找在商场卖衣服，你不也是干2天就没有影了吗？商场卖衣服，那从早上站到晚上，那谁能站那么长时间？我血压也低，根本站不住。那你就是为了我，为了孩子，总应该坚持一下吧？我坚持不住，不应该是2天就没影了吧？我正常血压，我低压40，我高压是60的，我怎么可能站住呢？我们是不是也给你拿一把凳子？我怕你在这儿晕了，我们可负不起这责。到这个站得住吗？一开始可以，后边我估计肯定是站不住。那我们就抓紧吧。你们双方父母知道你们俩的事儿吗？他的父母还有我的父母都是没有太大意见，都很希望我们在一起，很希望我们结婚。那就办了呗。我是个有责任的人，我希望婚礼办得非常豪华的，我不想简简单单把这婚礼给办了。再说现在还有孕期3个月了，再操劳过度干什么呢？我可以不摆婚宴呀，我们可以简简单单拿一个结婚证就可以。但是我想给办个非常好的婚礼。没事，等孩子生出来了，孩子再大一点，让孩子给娘这个牵婚纱。他就是特别大男子主义，什么东西他决定完了之后，绝对不会去考虑别人的感受。我从跟他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他从来不让我上班。不是，他也不工作，你也不上班，靠什么活着？你们俩？靠他的父母，他就是属于现在的啃老族。他父母很有钱吗？也不是很有钱，但就是特别惯他，他想要什么东西就会马上得到。有一次去买衣服这件衣服1000块钱，然后呢，他托人开发票，开的4、5千的发票，回去问他的父母要，找他父母报销。父母都骗啊？不是骗，因为是我父母告我买5000块钱的衣服，结果买了1000块钱衣服，我就开5000发票回去要了呗。那既然父母这么宠着他，你又要面子对吧？对，你问你父母要点钱把婚礼办了呗。但是我现在问父母，你看要那么多，我也没法张口，怕父母反驳我，因为我最近刚买车，完了要不是你说你结不了婚，养不了孩子，你买车去了啊？就是还没有孩子的时候，我不知道的时候嘛。买车，从我跟他在一起这么多年，他这个人特别随性。我换了一台车，开了2天，我不行，我觉得那个好，他会马上就去换。就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了，他就换车，来回换车赔的钱都不止几十万，开不2天就换。不2天也是半年啊？什么叫不2天啊？你这半年下来，你这车得赔多少钱啊？你算过吗？算过。你这次新买的车什么车？这是个华冠。我这钱是自己挣的还是爹妈给的呀？
我这个钱是有时候回家爹妈高兴了，提一件这个事儿，哎，给添2、3万换个车。有时候没有钱了，我就给车卖了，没有车了，完钱花了，完了回家再要，完了再买台车。我跟你说，你就败家子。那他就一直这样下去，我就跟他的母亲说嘛，不能老这样惯着他。后来我跟他母亲沟通挺好的，然后也不给他零花钱了，因为我觉得他总要学会自主自立嘛。他总是花父母钱，什么时候能长大呀？等于他现在的钱被他父母断了，是这意思吧？对呀，现在就叫他说了，我现在没有钱了，回家要100块钱都困难。你现在有点埋怨他是吧？对，你埋怨吗？因为断我经济，我们俩就没有零花钱，没有吃喝了。对，所以你们俩就不能结婚了。对呀，所以也不能养孩子了，是这意思吧？一半一半吧。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你早晚会遇到这一天的。就算现在不怀孕，以后也会怀孕的。你总要学会自主吧，总要学会自立吧。我没说你自己不自己连去站个商场都站不了，你能干什么？我没说我不自主，你得要去锻炼自己，你知不知道？你现在这份工作不适合我，现在还没找到适合我的工作。什么适合你？来，别吵啊！你不适合于动气啊！这个我问问。他就是不娶你，你怎么打算下一步，姑娘？他如果不娶我的话，我也没有办法，这孩子我也要不了啊。现在不是娶不娶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天天生活在一起，早晚得娶她，对不对？不，这孩子的问题怎么办？孩子的问题啊，这个来得太突然，我还真没有想好，因为我感觉。生活这么长时间，是不是结婚？我感觉都一样，因为现在生活在一起了这是我的认为所以你觉得要不要那张证无所谓？不是要不要无所谓这什么时候领都可以万一你说他现在还这么年轻，现在把证领了，万一我将来真是个不负责男人，对他也不好。那你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男人吗？我感觉我是。那姑娘你还领啊？我现在没有办法，我不可能孩子生下来没有爸爸吧？你家里的经济条件好吗？条件一般。你4年不工作，你父母没意见吗？因为我们回家都是装大的，他们没觉得我不工作，感觉好像那个挺不好的，生活也不好。我们回家一般都是很风光的那样回家，然后父母就觉得我现在过得很好。这钱从哪儿来的？我妈给的。之前我也跟他提过这个问题，我说你现在条件不好，不想跟我结婚，又想摆得好一点，我也可以回家问我的父母要钱，但是他不同意。这是不可能的，我作为一个男人，我可不可能叫女方去要钱？我还能当个小白脸吗？对，我也不可能吃软饭啊！这不是吃不吃软饭的问题，这就是吃软饭，你不用讲了。我作为一个男人，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我走哪都要个面子，这个面子肯定是不能丢的。是，听明白了。姑娘，你今天来就是不管未来发生什么，你是不是都坚定跟他要在一起啊？如果他不跟我结婚，不负这个责任，我一定会离开他。你指的负责任是结婚就叫负责任，还是？不是，我想让他稳定。他将来如果还是不稳定，还是这样吊儿郎当的话，那我也不敢下这么大的决定，把我自己和我的孩子交给他。好吧，我看你们怎么帮这孩子啊！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小王，你27了，怎么还没玩够？我说句实话，你给我的感觉是一种长大不成人的感觉，因为他刚才大言不惭地说我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我很无语。男人顶天立地，我们要有担当，要负责任。你现在必须负责任。还有刚才你讲到了，说我要给你一个豪华的婚礼，但一个女孩子告诉你，如果没钱，扯一张结婚证就行，这是多好的一个女孩，有多少的男人求之不得。很多人不想啃老，没有办法，因为女方家庭要彩礼，要婚礼。现在女孩子说，只要你待我好，负责任，一张结婚证就行。你看多好。小伙子，我想提醒你的是，你真的病了。医你的病，最好的办法就是结婚。结了婚以后，你有了压力以后就有了动力，你就不会像现在27岁还到处在玩，你会以一个爹的要求和爹的这种责任去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了。你27岁了，风花雪月的日子过了，接下来就柴米油盐了，好不好，兄弟啊？好，谢谢老师。怎么谢我呢？谢谢。要我说啊，姑娘就算了吧，真的，
这个完全从小到大家里都没有教育好，没有责任，没有担当，就是造就是作呀。而且你跟他在一起4年，你都干什么了？我要是你的母亲，我早跟你急了。你不光是你爸妈的儿子，不光是你爸妈的女儿，你还是一个人。一个成年的人就应该负责任，要去工作，去努力，要去奋斗。你现在这种行为太让人觉得不受人家尊敬了。一个男人应该去想办法去努力的工作挣钱，不管你挣多少钱，自食其力。你要以后有责任养育你的父母、你的孩子、你的家人，就这你还能要吗？还有这姑娘哈，你这么小，你就跟他在一起混了，你年纪轻轻，你啥都不差，你也应该是有一个工作呀，去努力啊，去奋斗啊。我要是你的父母，你要跟这种人混在一起，我早给你踢出去。我想说一句，老师啊，我不是没有担当，对他就是可以说他想要什么，我肯定会满。你怎么满足他？你满足他都是你到你父母那去他要的什么，我肯钱定全部满足，不管从哪来要来。我这样啃老也从哪要来？我这么样也肯定买1000块钱东西，开5000块钱的发票回去骗你妈。我肯定是有原因的，我肯定是家庭条件造成我这个样的，不可能是我。对呀，我刚才说了，你之所以今天是这样，你父母是有绝对的责任的，从小没把你教育好。对呀，我父母也承认他现在有责任，他也承认，所以说。我对他肯定是一点话没有说的。你对他没话说，肚子里面都有孩子，你为什么不跟他结婚啊？人家说了，就要一个结婚证就行了。对他考虑的比较多。你对谁考虑？对你自己考虑比较多。没有，我没有。你要对他考虑多了，那孩子3个月了，再过2个月就挺着大肚子。一个姑娘没有结婚，挺着大肚子在路上走，在家里周围亲戚朋友怎么看怎么说啊？真的，姑娘，你们2人都要认真的想一下哈。孩子是一个生命，要尊重。你们做父母的要爱他。你们2人既然这么相爱，就应该互相都有责任，对不对？你不光是对他、对孩子、对你父母、对他的父母，都对这个社会都是有责任的。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他这个真是应了那句话了，树没皮怎么回事儿？你还真没办法。我不知道你真心的内心深处你是怎么想的。你27了，很多27岁的年轻人，甭管他收入多少，他已经有家庭了，有妻子了，甚至还有小孩了，享受天伦之乐。你在干什么？你在玩，你还能笑出来？我觉得，如果你的父母现在在电视机前看到你这么笑的话，他们心里会疼。他们关都不看电视。你现在可以说是即将当爹的人了，你还这么嬉皮笑脸。老师笑我就笑呗，尊重老师。这么沦落下去，你又是一个寄生虫，为你悲哀。其实我最为这个女孩悲哀。本来你应该是有工作的吧？是。你现在呢？现在你被一个寄生虫给改变成一个寄生虫了。你们2个人在一起去啃老。是，回家体体面面那是面子，里子里还是虫，正好一对葱。插一句话，我特别想知道你爱上他什么？他有什么可爱之处让你这样啊？因为我不知道是我们俩在一起，是我改变了他，还是他改变了我。从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是有工作的，他不是这个样子的。对啊，谁先没工作的？就是但我也感觉慢慢变成了这样。我感觉可能是他，因为他想把太多好的东西给我，然后让他变成被压力压的变成了这个样子。我认为他对我的感情是真的。但我2个不懂爱的人在一起，自毁了前途，而且把对方的前途也都毁了。你们2个人但凡成熟一点，一个人可以帮带另外一个人，但不好意思，你们俩绑在一块儿，就往那个无底的深渊下沉吧。他是不懂的，你比他成熟，虽然你比他小5岁，你如果真爱这个人，你应该帮他了。我们说的话他听不进去，我说完之后他一定会笑着说谢谢老师，但是他根本就没有听进去。你如果想拯救自己，如果你爱他，你也想拯救他的话，你应该站出来帮他，自食其力，可以独立。哪怕你每个月只挣1000块钱也好，挣几百块钱也好，那是自己的钱，拿的心里坦荡。我们有多少钱过多少钱的日子，几百块钱日子也可以过。从男生表现出一些
异于常人的一些表现的时候，我就觉得有些地方是我们不正常的。没有无缘无故的爱，这个男生一定有他的可取之处，这个女生才会这样爱他，一定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么不堪。他的那些有异于常人的鼓巴掌笑，我觉得是一种伪装，他是刻意而为之这样。而且到了后来，当曲伟在说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当女生一旦掉泪，男生马上眼泪就掉下来。这个男人内心真正软弱之处是自己的女人。所以我想真心的跟你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你们俩上来之后让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人为什么要生孩子呢？老人生孩子是为了养老，我们这生孩子是真不知道。你们还真别笑，没什么好笑的。人为什么要生孩子真的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我觉得人为什么要生孩子，第一是人的本能，要传宗接代，希望孩子能够延续我的生命，能继承我们的一些物质财产或者是一些精神一些道德，希望下一代比我们更强，活得更好，对不对？对。那如果人生孩子是为了秉承这样一个概念的话，那你的父母干嘛要生你呢？我不是有嘲笑你的意思啊，我是真心跟你讨论这个问题，因为你很清楚，以你现在这样的一个身份，你首先没有做好一个儿子，你承不承认？那如此说来的话，那你父母为什么要生你呢？为什么他们生了你，看见你这么不出息，为什么他们还一笔一笔的钱给你，还要对你这么好呢？那是来源于母子亲情，哪怕你再不争气，我还是一如既往对你的好，这是血浓于水的亲情，对不对？对。那么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你是多么不希望这个孩子的到来，但他是你的血浓于水的亲情。你刚才很确定的说了，我一定会跟他结婚，只是不是现在。但是这个中间有几年的时间你并不清楚，你希望能够达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能够不以自己的父母的钱财来养育自己的孩子，不想将坑爹进行到底。我知道你有这样的想法，但问题是世界上有很多事情说不准。你想想一个东西，中间画一个等号，左边是你想要再玩几年，右边是一条生命，孰轻孰重你内心很清楚。我们想象一下，如果这个时候这个孩子没了，做掉了，4年过后你达到了你的条件，在办你所谓的风光的婚礼的时候，你会不会想念这个孩子？如果你今天要了这个孩子，4年之后这个孩子一定会叫你爸爸，甚至你的妻子也会跟他说，你瞧你爸4年前是多么不争气的一个人。那后来呢，他敢要了你，以至于到现在当你叫他爸爸的时候，他能够当之无愧的接受。我想想这两个结果你自己内心好好的考量，因为你的选择你自己做决定，我们帮不了你，你自己考量，就这个。谢谢老师。胡老师那个问题问的挺好的，人为什么要孩子？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人的答案。比如说父母对你的要求不是让你活着，不是让你简单的娶一个女人就可以了，你的父母是希望你比他们更强更好，所以有了你。他们也许在教育上有缺失，但是不因为他们的缺失你就一味的放纵自己。我想告诉两位的是，在这个世界上仅仅有爱是不够的，它还有一部分责任在里面，因为爱情不是生活的全部。好了，接下来时间留给你们自己吧，我们一起进入黄金60秒。我不是不想结婚，我肯定会努力去工作，以后会给你带来一个非常豪华婚礼。我在这里对你做一点保证，以后我肯定会对你好，一心一意的把最好的全部给你。我想考虑一下。考虑什么？因为这种类似的话你说的太多了，我在想一想这次是不是真的。放心吧，这次回去我肯定会找份工作，好好承担起一个做男人该做的事情。给我点时间让我想一下好吗？请亮灯。来，两位交换箱子吧。他们今天这个从门里面钻出来的意义不一样吧？不是说你们俩是不是在一起吧？是决定于孩子要不要吧？你们俩之间没有问题，我觉得，就你们就是孩子的问题，所以你们今天出不出来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你们自己想清楚。换去吧，交换秘密。请回。来，请关门，挺难选。就像涂老师说的一样，今天的选择可能至少是双重，对于孩子去留的一个决定，这是第一重。女生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诉求，你要不要给我一个家，也就是一个婚姻的承诺，看他们出不出来，出来之后他们给彼此的承诺又是怎样一层的呢？5、4、3、2、1，杰利亚，4、3、2、1，请开门。就是爱你，爱着你，有悲喜与你。来，女生给男生的箱子里，这是我给宝宝买的第一件衣服，我希望他未来的衣服都是咱们俩一起去给他买。看了这个，我就问第一个了，涂老师也问过了，你出来是意味着你想要这个孩子吗？对，你也一样。第二层，娶她吗？是的，确实哈，确实。你回去就领证，等孩子生下来刚会走路了，你再办婚礼，让孩子做你的花童。有请小花童。不是，你那个戒指这个。哎。感谢杰利亚为本节目嘉宾订婚提供的一份套装礼盒，希望你在把这份礼物送给你的爱人的时候，在心里默默对他说，爱要有你才完美，才完美。智生活想人生，我们要感谢科沃斯机器人提供的价值2580元的擦窗机器人窗宝730一台。接下来我们来见证他们这个时刻吧，来各位请见证。嫁给我吧，我以后一辈子会对你好的，用我的一辈子来照顾你，相信我这一次。我相信，我愿意。来，拿着礼物，好好生活啊！好的，有责任的活着就行。走吧，谢谢各位老师，祝你们幸福啊，祝宝宝健康啊！